家好，我是晴晴。我们今天来到了江苏昆山，我带你们看看现在昆山的暑假工是什么样的情况。你们在这可以随处看到，到处都是拎着行李箱的大学生，有很多很多，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。随处可见都是遍地的大学生，就连天桥下面都是大学生。因为今天太热了，他们在桥下面乘凉。这种白热化的时间，还有人不停的往这边拉人。昆山的这个地方真的乘不了这么多人，你们没有出来的，看看我拍的这些视频到底真实性可靠不可靠，你们再决定要不要出来，好不好？不要出来了，不要出来了，全部都滞留到这个地方了。现在社会工都没有缺口，来了这么多暑假工，全都是黑中介骗过来的。职业他不接你电话了吗？都上车了。收你们钱了没有？收了多少钱啊？100。对，把昨天奔波了，今天还在那奔波。那为啥不回去呢？想找暑假工。正规街道工作都是不收钱，收钱的基本上都是不有人的。就这样跟他讲，你说不退钱，马上告知他，你这个东西收我这个钱没有安排好。现在是下午3点多，看一下现场滞留了多少人，里面还有现场还剩了多少人，滞留了多少人？谁家没有小孩呢？只是想趁着这个暑假为家里面减轻一些负担，谁不想在家里面打打游戏、吹吹空调呢？他们也只是想勤工俭学，为家里面减轻一些负担而已。刘班长在这里真心的建议一下大家，各位家长和同学们，不要再出来了，不要再出来了，不要再出来了！但凡是要你交钱的，都是骗子。暑假打工本是大学生锻炼自我、赚取生活费的好机会，但是近年以来却频频传出学生出来打工被骗的事件，令人痛心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。网上一则视频显示2名女生被骗的故事。你们2个怎么来到这一边的呀？我们在网上联系了个中介，说这边有暑假工25块钱1个小时，结果我们来到这边才发现原价才6块钱1个小时。当我问他们为什么这么高的工价都相信，他们却说我们也是第一次出来打暑假工嘛，也没有什么经验，本想着暑假期间出来挣点钱给父母减轻一下负担。谁知道来之前他跟我们说这个厂工价挺高的，然后让我们交50块钱，然后我们想着钱既然都交了，肯定是我们安排的嘛。然后昨天来到的时候，他又跟我们说那个厂招满人了，又把我们调到了6块钱1个小时的。你以为中介的套路就到此结束了吗？他们却说中介把他们带进厂之后，又管他们要了车费，每个人要50块钱。记者本以为他们是不会交钱的，他们却说中介这么远开车送他们过来，要点钱也是应该的，毕竟油费也是花了不少钱的。这些刚步入社会的孩子们也太容易被骗了。那你们怎么没在那个厂里面做了嘞？他给我们分的岗位完全干不了呀。那我们跟那些男的一起开机，那些体力活我们哪里干得了嘛？你就没找那个中介给你们换岗位吗？那个中介说现在只有那个厂可以安排学生了，要是不做的话也没有其他厂了。那你们接下来怎么打算呀？明天打算回家了，现在工作太难找了。你们买好票了没有？还没有，我们的钱花的差不多了。目前江浙沪地区已经全面崩盘了啊！所有的学生工你都不要再出发了。你要知道，现在社会工都找不到工作，光伏厂没有订单，新能源厂不要人，普工、半导体厂的普工要求大专学历起步，连上海的那个中集大批量裁员。现在它已经不是学生工工价低的问题了，而是什么？没有厂可以安排。就我这边，我有很多劳务的同行啊，人家手上几百个学生，就是不要1分钱都没有厂可以安排得了。就是所有的你年龄在22岁以下的，你要知道，你现在但凡要进厂，他都是要查你的工资、银行流水的。你没有流水的，哎，一概不要。哪怕说你是学生工，你现在真的找到了活，工价低啊，先不说。那活你根本就干不下来。还有就是你未成年的啊，你就更不要再出来了。最近很多人给我反馈，哎，都是被20多的高工价啊引诱过来的，然后过来之后呢，骗你被入费、照片费、体检费、安置费、住宿费，还有什么企业押金、资料费等等啊，你出来要么被坑，要么被骗。博主侯哥哥表示，7月份有几百万学生工来到广东找工作，黑中介最多的那就是东莞和惠州，尤其是那些小门店。深圳是套路最多的地方，广州是骗人最多的地方。在视频中，他详细讲述了黑中介招工的整个过程。你出来找工作，会在某吧、某 boss 刷到某某工厂招工，包吃又包住，工价22到24，这样的工作你看着就有点心动，你就会马上联系这个中介或者工厂直招人，中介就会把你约到
某个地铁站。你到了之后呢，看到大部分都是学生工，心里在想，有那么多学生在这里，中介是不敢骗人的。于是中介就给你洗脑，工厂的各种面试要求，然后要求你们办电话卡，理由说厂里面发工资方便办银行卡，然后又叫你买200块钱的3件套的被子。你本来是不想买的，但是你架不住中介的诱惑，这个钱是可以报销的，工资又那么高，然后你就乖乖的把钱交上了，中介就安排大巴车把你拉走。等到了车上呢，又有人叫你交200块钱的车费，这个钱又是可以报销的。反正中介各种承诺都是会报销，你咬咬牙就把这个钱就交了。博主侯哥哥表示，大巴车把你拉到工厂以后，在面试的时候，你才发现工价只有10几块，你感觉天都塌了，才发现自己被骗了。你去找中介，中介早就把你给拉黑删除了，你的钱也花得差不多了，没办法，你只能进厂去干了。9块钱1个小时，9块钱1个小时，你以为9块钱已经是暑假工的极限了吗？请看视频。现在行情今年都不好做，全部都是6块，你们爱做不做，全部都是6块。看到这些暑假工，就好像看到自家的孩子一样，有一股心酸的感觉涌上头。这不是2005年，而是2025年呀。今年的经济环境真的不好，也没有什么适合暑假工作的，出来找个工作，不是被压低工价，就是被黑中介骗。实在找不到工作，那就回家吧，不要死磕这2个月，就当做提前体验现实生活中的残酷，让你知道父母的不易。现在年纪还小，还是回去好好读书，以后工作的机会多的是。来，大家看看吧，不是我不让你们出来啊，现在苏州市场的行情就是这样子的，每天啊人满为患，但凡有一个厂是要暑假工的，它都是爆满的情况。去了之后啊，还不一定能面试得上，还不一定能进得了厂。现在竞争特别激烈，也特别内卷，有些厂呢看到暑假工啊，感觉啊挺多的，于是他就开出了111天。一天干12个小时，9块1个小时，兄弟们，就这种活，你们还愿意干吗？你们为啥那么卷啊？别卷了，知道吧？卷来卷去，最后卷得一无所有啊！现在的学生工不建议出来了啊，已经出现滞留了。看着一群孩子被中介骗出来，顶着太阳蹲坐在马路牙子上，那些盲目的眼神真是心酸。他们早上被一车拉出去，马路牙子蹬了半天，晃荡了半天，又被拉回来。装被子的袋子都提蛋了啊，行李箱的滚子也脱掉了，上学攒的几个钱也被霍霍光了啊。河南的同行说他们河南的孩子就是懂事早，自力更生的早，家长都会鼓励孩子出来磨练，但是我还是要串还没出来的孩子和孩子的家长，别让孩子出来了啊！出来的结果只有一个喂饱了中介和学校的学生代理。孩子身上的钱被骗光之后，也只有3个结果：第一，家长给孩子打回去的路费；第二，孩子给中介妥协，接受一个很低的工价，进了一个垃圾场；第三孩子有法律常识的，直接打电话举报中介。6块1个小时，全部都是6块啊！现在行情今年都不好。前2天刚说了不要来广东流水线，结果你们就是不听劝，你们还把学生当人吗？6块钱的工价好意思喊？现在广东大量学生被黑中介骗过来，买被子、交体检费、报名费、车费全交一遍，结果一样被滞留，找不到工作。我是真不敢想后面会不会有倒贴钱情况。我再强调一遍，找工作让你们交车费、办手机卡，还没入职先收体检费的，不要相信，一定要把心态放平稳，有合适的工作就做，找不到工作就当来这边旅游吧，千万不要病急乱投医，成了黑中介的囊中之物。还没有出来的暑假工就不要出来了哈，太惨了，真的。现在到处都是滞留的学生，都是被无良劳务骗到广东的，什么人都骗，学生的也骗过来，安排不了工作，把人家骗的是身无分文呐，怎么想的呀？摸着自己的良心，没有工作就不要招过来了嘛。而且你还是虚假工资，你工资搞得很高，还冒充直招，你是工厂直招吗？还冒充直招，结果骗一堆暑假工过来，弄得人家是露宿街头，身上的钱把人家骗的是干干净净的，连住旅馆的钱都没有，太狠了，真的。
你们这些黑心的劳务伤良心呐！老乡们转发起来，避免更多的学生上当受骗。博主阿坤在视频中表示，如果说你是大学生，真的想放暑假的时候，想通过送外卖的方式来赚钱的话，那么他建议你最好换一个工作，因为送外卖的话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，这个过程差不多要1个多月。当你学的差不多的时候，你已经要开学了，在这段时间内你是几乎赚不到钱的。但是如果说你非要干外卖，他在视频中向新手介绍如何避坑。他说，因为大学生能在暑假干2个月，所以呢，在签合同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注意看合同的期限。有的公司和你签的是1年的合同，而且有的公司还规定每个月至少要跑多少单，如果达不到就要罚款。所以在签合同时，这些细节都要留意。那么你是不是经常在招聘网站上面写着招募送餐员，工资8000到15000，提供住、提供装备、提供车子，而且都是免费的。那么你兴致勃勃的去一个写字楼，一个所谓的假站点去面试，那么这个时候他让你先租车啊，让你签一下合同，上面写着12期不可退。然后你问他，哎，不是免费租车吗？他会告诉你，你一个月跑够600单，然后补贴你多少钱，相当于免费租车啊！你一听还不错啊，然后把字一签。当你去跑外卖的时候，哎，发现好像跟他说的不太一样，你跑不到这个单子怎么办？那么你去退车。那么好，这个时候他告诉你，不好意思，退不掉。因为上面写的很清楚，每个月跑600单，对吧？不管任何原因，哪怕你出了车祸，哪怕你没有空，哪怕你家里出了什么事，你也得跑够600单，跑不到怎么办？你要交1个月的钱。那么你以为交了一个月的钱就觉得完事了吗？不，第2个月还要继续交。然后当你第2个月想去上学的时候，你发现，哎，第3个月还要继续交。如果你不交的话，那么好，他那个钱一直在计费。那么具体要交多少钱呢？假如说1个月是600，12个月就是7200，你什么还没有干呢，你就已经背负了7000多的巨债。今年大家找工作真的是异常的艰难，年后很多大企业压根就没有什么订单，再加上这几年啊，好多工厂都奉行降本增效策略，导致我们员工的收入是越来越低，干的活反而越来越多，工厂要的人也是越来越少啊。你像眼下江浙沪这个招工的现状啊，能每个月满足6000块钱以上工资的这种工厂，如果他当天要10个人，可能会有100到200个员工过来面试啊，几乎大家都是炮灰。正常的工资水平一点都没有夸张的，也就是5000块钱左右。在这里我真的奉劝各位，如果你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生活压力，能学一个技术，你像电工、钳工、焊工，学个技术在手才是以后的这个铁饭碗啊！因为随着 AI 的技术、人工智能的技术发展的越来越成熟，人力只能会越来越不值钱啊！咱们一定要有居安思危的这种意识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